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故事可是我接待过的案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台湾小伙和大陆姑娘的跨海相恋。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小雨，是安徽农村出生的姑娘，今年27岁，五官清秀，气质淡雅。她从小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跟着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在村里，他是唯一的大学生，靠着自学和奖学金完成了本科学业，这份坚韧和上进，着实让人佩服。小雨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在一家台资企业担任行政助理。就是在这家公司，他遇见了故事的男主角，台湾小伙阿伟。阿伟是公司派来大陆的技术顾问，家境殷实，气质儒雅，待人温和有礼。两人因为工作上的接触，渐渐熟悉起来。阿伟常常需要小雨协助处理一些文档工作，两人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小雨，这份报表需要重新整理一下，可以麻烦你吗？阿伟总是这样有礼貌地提出请求。没问题，我马上帮你处理好。小雨做事认真负责，从不拖沓，日久生情，两人渐渐发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阿伟欣赏小雨的勤劳上进，小雨则被阿伟的绅士风度和才华吸引。但是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两边的反应都犹如泼了一盆冷水。阿伟妈妈在电话那头直接炸锅了。什么？交往对象是大陆女生？你是不是被骗了？人家是不是看上我们家的钱，还是想拿到台湾户口？你给我清醒一点。小雨这边也不太平，爷爷老人家直摇头，台湾那么远，你一个姑娘家要嫁过去，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再说了，你们两个文化差异那么大，哪能长久啊？父母更是担心，那边的人不是都看不起大陆人吗？你嫁过去会不会被欺负啊？两个人的感情还没开始就面临巨大的阻力，但这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阿伟主动提出来上海见小雨的家人，他特意买了许多礼物，还穿上了正式的西装。第一次见面，阿伟彬彬有礼的形象给小雨的爷爷和父母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不过老人家们心里还是有疙瘩，这孩子看着是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表面功夫。爷爷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看得出来他对阿伟的印象还是挺好的。接下来轮到小雨去台湾见阿伟的家人了，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紧张得不得了。他买了新衣服，还特意跟台湾朋友请教了一些台湾的礼仪文化，希望能给未来的公婆留下好印象。阿伟，我很担心你妈妈会不喜欢我。临行前，小雨忐忑不安。别担心，我妈妈只是需要时间了解你，她一旦认识到你的好，一定会接受你的。阿伟安慰道。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当小雨踏上台湾土地，坐在阿伟家客厅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阿伟的妈妈从他进门开始就一直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陆女孩？阿伟妈妈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屑。妈，这是小雨，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阿伟赶紧介绍。你好，阿姨。小雨礼貌的问好，还递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但阿伟妈妈连看都没看那礼物一眼，只是冷冷地说，放那边吧。见面才3分钟，阿伟妈妈就忍不住发作了。你这女孩是哪里人？家里做什么的？有没有房子？一连串的问题让小雨措手不及。妈，您别这样。阿伟有些尴尬地出声制止。我怎么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关心儿子的终身大事有错吗？阿伟妈妈声音提高了8度。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大陆女孩专门找台湾男人，就是为了钱和户口？小雨感到一阵心凉。虽然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实面对这种情况，还是感到无比受伤。阿姨，我理解您的担忧。我来自安徽农村，家里条件不好，但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现在在上海工作。我跟阿伟在一起，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钱或者户口。小雨鼓起勇气解释道。阿伟妈妈冷笑一声，花言巧语谁不会说？你知道我儿子家里有多少资产吗？你知道他是台湾科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你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配得上我儿子吗？妈，您太过分了。阿伟终于忍不住了，但阿伟妈妈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你给我闭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为的是让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台湾女孩，不是让你把一个大陆农村姑娘带回家。小雨强忍着泪水，却听到阿伟妈妈最后的判决：你配不上我儿子。这句话像一把刀，直接刺进小雨的心里。她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阿伟气得脸色发白，拉着小雨就往外走。妈，您今天太让我失望了。如果您不能尊重我的选择，那我也没必要待在这里了。就这样，第一次见面以失败告终。回到酒店，小雨崩溃大哭。阿伟，也许你妈妈说的对，我真的配不上你，我们之间有太多差距了。别胡说。阿伟紧紧抱住小雨，在我眼里，你比任何人都优秀。我妈妈她只是不了解你，给她一些时间。这次台湾之行，虽然跟阿伟妈妈的见面不欢而散，但小雨却借机了解了不少台湾的风土人情。他发现台湾社会确实很发达，街道整洁，民风淳朴，人们生活节奏虽然快，但比起上海来说要舒缓许多。我之前一直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没想到这里的生活品质这么高。小雨坦言道，很多大陆人都有这种误解，觉得台湾很穷。其实台湾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阿伟笑着解释，就像很多台湾人也误解大陆一样，觉得大陆人都很穷，都想移民台湾。其实现在大陆发展的那么快，很多城市的繁华程度一点不比台北差。这段话让小雨若有所思，他意识到两岸之间的隔阂，很多时候是因为彼此不了解造成的。回到上海后，小雨更加努力工作，希望能凭自己的能力赢得阿伟父母的认可。而阿伟也开始慢慢说服家人接受小雨。妈，你知道小雨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吗？她从小父母不在身边，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现在工作也做得很出色。这样的女孩难道不值得尊重吗？阿伟爸爸倒是比较开明，我觉得那姑娘挺不错的，懂礼貌，有教养。你妈就是有些传统观念，认为大陆和台湾差距大，怕你受委屈，给她一点时间吧。就在两人努力争取家人认可的过程中，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局面。阿伟妈妈的一个朋友去上海旅游，刚好遇到了小雨。在不知道小雨就是儿子女友的情况下，阿伟妈妈对小雨的礼貌和智慧印象深刻，还专门打电话告诉阿伟，上海的年轻人真有礼貌，我碰到一个女孩，帮我指路，还送我去酒店，特别懂事。阿伟听后哈哈大笑，妈，那个女孩就是小雨啊。电话那头，阿伟妈妈沉默了。这个巧合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几个月后，阿伟妈妈主动提出要再见小雨一面。这次见面，气氛明显不同了。小雨，对不起，我之前对你有很多误解。阿伟妈妈主动道歉。我一直担心你是冲着我们家的条件来的，但我朋友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却那么热心帮忙，说明你真的是个好姑娘。小雨感动得眼眶湿润。阿姨，我理解您的担忧。如果我有女儿，我也希望她找一个条件好、门当户对的人。但我对阿伟的感情是真的，我愿意用一辈子去证明这一点。就这样，两人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双方家庭的祝福。然而，婚礼前的各种准备又暴露出两岸文化的差异。在台湾，婚礼习俗非常讲究，阿伟妈妈要求按传统台湾习俗办理，这让小雨一头雾水。什么是闹洞房？台湾没有这个习俗。阿伟妈妈一脸疑惑。台湾这边结婚当天，新娘要换好几套礼服，还要准备6礼、12礼，很复杂的。阿伟解释道。小雨这才知道，台湾的婚礼习俗融合了闽南文化和日本文化，跟大陆有很大不同。比如台湾人非常注重婚礼的好彩头，连结婚日期也要找师傅专门挑选良辰吉日。另外，小雨发现台湾人的家庭观念特别强，结婚后媳妇要负责照顾公婆，这一点跟大陆现代年轻人追求小家庭独立生活的观念有所不同。阿伟，你们台湾的媳妇都要跟公婆住在一起吗？小雨有些担心。以前是这样，不过现在年轻人也开始追求独立空间了。阿伟笑着说，我已经在台北买了新房子，我们结婚后就住那里，不过周末要回家看看父母。听阿伟这么说，小雨稍微放心了一些，至少婚后有自己的小天地，不必每天面对婆婆的挑剔目光。但同时，小雨也理解了为什么阿伟妈妈一开始那么反对他们在一起。在台湾传统家庭里，
儿媳妇不仅仅是儿子的妻子，更是整个家庭的一份子，要融入家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阿伟妈妈担心的是小雨能否真正融入台湾的家庭生活。结婚当天，小雨穿着传统中式礼服，又换上白色婚纱，还按台湾习俗在婆家祭拜祖先。她努力适应着这些陌生的礼节，只为了融入新的家庭。婚后的生活果然如小雨所预料的那样充满挑战。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新房子，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婆家吃饭。阿伟妈妈虽然已经接受了小雨，但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还是经常导致小摩擦。小雨啊，这个菜不是这么做的，台湾人喜欢清淡一点。小雨，你们大陆人是不是都喜欢大声说话？在台湾，女孩子要温温柔柔的才好。面对这些直白的批评，小雨只能默默忍受，尽力调整自己。同时，她也在努力学习台湾的方言和习俗，希望能更好地融入这个家庭。终于，在结婚1周年的时候，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两家人都喜出望外，我要当奶奶了！阿伟妈妈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她开始变得格外温柔，对小雨照顾有加。小雨，你现在是2个人的身子，要多注意休息。婆婆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小雨这才发现，在台湾文化中，子嗣传承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她给阿伟家带来了新生命，也彻底赢得了婆婆的心。宝宝出生后，两家人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阿伟父母喜欢的不得了，整天围着孙子团团转。小雨的父母和爷爷也搭飞机来台湾看望外孙，两家人因为孩子的诞生而变得和睦融洽。小雨，我之前真是有眼无珠，竟然说你配不上我儿子。有一次，婆婆突然对小雨说，现在我才明白，是我儿子配上了你。这句话让小雨感动不已，她知道自己终于真正被这个家庭接纳了。回顾这段跨海姻缘，小雨感慨万千，当初的种种担忧和顾虑，如今看来都不是问题。两岸文化的差异不仅没有成为阻碍，反而让他们的婚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阿伟和小雨的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和偏见的鸿沟，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愿意为对方付出和改变，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丽姐，我接待过无数对情侣，见证了太多爱情故事，但阿伟和小雨的故事绝对是最打动我心的一个，因为他们不仅战胜了家庭的反对，更跨越了两岸的文化差异，最终收获了幸福的婚姻。记得小雨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丽姐，其实两岸的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根源和价值观，只是因为长期分隔，才产生了一些误解和隔阂。通过真诚的交流和理解，这些都不是问题。这话说得太对了，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隔阂不过是因为不了解罢了。时光如水，转眼间，小雨和阿伟的儿子小宝已经3岁了。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眼睛像妈妈一样明亮，笑起来又有爸爸的酒窝，成了两家人的开心果。小雨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她不仅学会了闽南话，还能做一手道地的台湾菜。每逢周末，婆婆总会主动邀请她一起去菜市场，教她挑选最新鲜的食材。小雨啊，你看这个芒果，摸起来有点软，闻起来有香气，这才是熟透了的，买回去马上就能吃。婆婆耐心地教导着，谢谢妈，我学会了。小雨现在已经很自然地叫婆婆井号34，妈34了。婆婆笑着摸了摸她的手，你比很多台湾媳妇都懂事，我这个婆婆当得很幸福。阿伟在一旁看着他们亲密的互动，心里满是暖意。当初的重重阻碍，现在看来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他们一家人如今和睦幸福。然而，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小雨以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台湾生活的时候，新的挑战接踵而至。一天晚上，阿伟神色凝重地回到家，告诉小雨他的公司要派他去美国工作1年。1年，那么久，小雨一下子慌了。公司在硅谷有个新项目，需要我去协调，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对我的职业发展很重要。阿伟解释道。小雨沉默了，他知道这对阿伟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台湾科技行业，海外工作经验是晋升的重要砝码。那我和小宝怎么办？阿伟握住他的手，我希望你们能一起去。小宝还小，正是需要爸爸妈妈陪伴的时候。
小雨低头思索着，去美国意味着他要辞去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工作，还要重新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小宝刚上幼儿园，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可是我担心小宝的教育问题，他现在刚开始学中文，如果突然换成英文环境，会不会影响他的语言发展？阿伟点点头，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美国有很多双语幼儿园，专门为华人孩子设计的，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晚，他们辗转难眠，讨论了很久。最终，小雨决定支持丈夫的事业。我们一家人一起去美国，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家。当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双方父母时，反应截然不同。小雨的父母和爷爷虽然不舍，但表示理解。闺女，你跟着丈夫去吧，别耽误了他的前程。我们没事，有空就视频。而阿伟的父母却急了，去美国，那小宝怎么办？他才多大，正是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阿伟妈妈更是直接提议，要不小宝留在台湾，我和他爸帮你们带，你们去美国专心工作。这个提议让小雨心里一紧，她明白婆婆的好意，也知道台湾的隔代教养很普遍，但作为母亲，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孩子1年。妈，谢谢您的好意，但我和阿伟商量过了，我们想一家人一起去。小雨婉拒了婆婆的提议。婆婆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小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去了美国以后回来不会讲台湾话了怎么办？万一被那边的坏孩子带坏了怎么办？阿伟看出了母亲的担忧，安慰道，妈，美国的教育资源很好，对小宝的成长有帮助。再说了，我们会经常视频，您也可以来美国看我们。最终，在反复沟通和劝说下，双方父母都接受了他们的决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办理签证、找房子、联系幼儿园、处理行李，每一项都让小雨焦头烂额。更让她担心的是，这一去就是1年，万一在美国遇到什么困难，人生地不熟该怎么办？临行前一晚，婆婆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他们饯行。饭桌上，平时一向坚强的婆婆竟然红了眼眶。小宝，你要记得每天跟奶奶视频，知道吗？婆婆紧紧抱着孙子，不肯松手。知道啦，奶奶，我会想你的。小宝奶声奶气地回答。婆婆这才转向小雨，小雨，美国那边我不懂，有什么不会的就问阿伟，孩子的教育要抓紧，别让他忘了中文。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宝的。小雨感动地点头。就这样，带着满满的不舍和期待，小雨一家3口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初到硅谷，一切都是陌生的，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饮食口味迥异，小雨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阿伟，我今天去超市买菜，连最基本的青菜都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表达，店员问我什么，我只能傻笑。小雨沮丧地说。阿伟安慰他，别着急，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我们可以找些华人超市，那里的店员会说中文。更让小雨担心的是小宝的适应问题。刚进入美国的双语幼儿园，小宝因为语言不通，总是独自一人坐在角落，不愿意和其他孩子交流。老师说，小宝今天又自己一个人玩了，连午饭都没怎么吃。小雨心疼地看着儿子，不知该如何帮助他。阿伟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小宝，爸爸明白你不习惯，但你要勇敢一点，试着和小朋友说话，好吗？小宝委屈的点点头，但眼里满是不安。这段时间，婆婆几乎每天都会视频关心他们的情况。看到小宝的不适应，她更是揪心。我就说不该带孩子去的，现在好了，孩子适应不了，多可怜啊！面对婆婆的埋怨，小雨只能默默承受。她知道婆婆是出于对孙子的心疼，但这样的话还是让她感到压力倍增。转机出现在小宝入园3个月后。一天，小雨去幼儿园接孩子，远远的看见小宝正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一起堆积木，两人有说有笑。妈妈，这是我的新朋友 Lisa， 她说我的积木城堡很棒。小宝兴奋地向小雨介绍，这是小宝第一次主动向她介绍朋友，小雨惊喜不已。从那以后，小宝渐渐融入了幼儿园的生活，不仅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交流，还交到了几个好朋友。小宝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英语进步很快，幼儿园老师这样评价。看到儿子的进步，小雨和阿伟都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小雨也在努力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报名参加了社区的英语课程，认识了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朋友，他们互相分享彼此的文化和经历。小雨这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跨文化适应故事。我刚来美国时，连超市都不敢去，因为不知道怎么用英语问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朋友笑着告诉他，但现在我已经能独立处理一切了，你会越来越好的。这些鼓励让小雨充满信心，他开始主动学习英语，了解美国文化，甚至尝试做一些美式料理。令他意外的是，小宝居然很喜欢他做的汉堡和意大利面。妈妈，我想吃汉堡。小宝经常这样要求，小雨哭笑不得，你不是说最爱吃奶奶做的卤肉饭吗？我两个都喜欢。小宝天真的回答。小雨这才意识到，对于孩子来说，适应新环境远比大人容易。他们没有太多成见和包袱，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阿伟，你爸爸住院了。电话那头，婆婆的声音充满焦虑。阿伟一下子慌了，怎么回事？严重吗？医生说是轻微中风，现在已经稳定了，但需要长期休养。婆婆顿了顿，阿伟，如果可以的话，妈希望你们能回来看看你爸爸。她一直念叨着想见小宝。放下电话，阿伟和小雨面面相觑。此时距离他们来美国已经7个月了，原计划是满1年再回台湾，但现在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我得回去看看爸爸，阿伟坚定地说。小雨点点头，我和小宝一起回去。可是你刚在这边适应好，小宝的幼儿园也不能随便中断。阿伟有些犹豫，小雨握住他的手，家人才是最重要的。爸爸生病了，我们应该陪在他身边。再说了，小宝也很想奶奶和爷爷。就这样，他们决定提前结束美国之行，回到台湾。阿伟向公司请了长假，幸运的是，他的上司很理解家庭紧急情况，同意他远程工作一段时间。回到台湾的那一刻，小雨发现自己竟然有种回家的感觉，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气味，熟悉的语言，一切都那么亲切。奶奶，一下飞机，小宝就挣脱小雨的手，飞奔向等候区的婆婆。我的宝贝孙子，让奶奶好好看看有没有变样。婆婆紧紧抱住小宝，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看到婆婆憔悴的面容，小雨和阿伟都很心疼。这些月来，婆婆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公公，肯定吃了不少苦。妈，您辛苦了，现在我们回来了，会帮您一起照顾爸爸的。小雨主动上前抱了抱婆婆，婆婆拍拍她的背，有你们回来，我就安心了。回到家后，他们马上去医院看望公公。尽管公公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但脸色还是很差。看到儿子一家回来，老人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住阿伟的手，眼中满是泪水。爷爷，我给你带了礼物。小宝献宝似的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个美国国旗样式的钥匙扣。谢谢小宝，爷爷很喜欢。公公微笑着接过礼物，但声音明显比以前虚弱了许多。看到公公的状况，小雨当即决定留下来照顾他。他和阿伟商量后，决定延长在台湾的时间，直到公公康复。可是你的工作怎么办？阿伟担心地问。工作可以再找，但家人只有一个。小雨坚定地说。就这样，他们的生活重心从美国转回台湾。小雨主动承担起照顾公公的责任，每天按时给他测量血压，准备药物，陪他做康复训练。小雨，这些事情我来做就行，你刚从美国回来，应该多休息。婆婆心疼地说。小雨摇摇头，妈，你已经够辛苦的了。再说了，我也想多学习一些照顾老人的经验，万一以后我父母或爷爷需要照顾，我也有经验。这番话让婆婆感动不已，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儿子那么坚定的要娶小雨。这个来自大陆的姑娘不仅勤劳上进，更有一颗善良孝顺的心。在小雨和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公公的身体渐渐好转。半年后，他已经能够自己散步，甚至陪小宝下棋了。小雨，多亏了你呀，要不是你细心照顾，我爸哪能恢复得这么好？阿伟感激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雨微笑着回答。公公的病情稳定后，阿伟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回美国完成剩下的工作，还是留在台湾陪伴家人。
爸，公司那边催得紧，我可能需要回美国一段时间。阿伟忐忑不安地告诉父亲。出乎意料的是，公公非常支持。儿子，事业要紧，我这边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去吧。婆婆虽然不舍，但也表示理解。去吧，争取早点完成工作回来。我和你爸会照顾好小雨和小宝的。小雨也鼓励丈夫，你去美国把工作完成，我们在家等你，有妈和爸帮忙，我不会有问题的。就这样，阿伟独自回到美国，而小雨和小宝留在台湾。这段分离的日子并不轻松，但让小雨意外的是，她和婆婆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亲密。没有了阿伟在中间调和，婆婆和小雨反而能更直接的沟通和相处。白天，婆婆会帮忙照看小宝，让小雨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晚上，他们会一起看电视，聊聊各自的家乡和生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阿伟和小雨的经历能给那些面临类似困境的情侣一些启示和勇气。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更需要双方的理解和包容。各位听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跨文化恋爱的挑战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丽姐在这里等着你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